对中国发起攻势，美国任命首位太平洋地区特使，不料中方早有准备。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来到云华观点。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美国不甘心中国影响力剧增，突然任命太平洋特使背后到底有何意图，企图能否得逞。最近一段时间，伴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演进，中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争夺正变得愈加的激烈。除了在中亚、南亚、东亚等传统地区以外，太平洋地区正成为一个新的博弈战场。前段时间，在中方宣布与所罗门签订安全合作协议之后，以及对太平洋多个岛国外交访问之后，一向忽视太平洋岛国的拜登政府如今也坐不住了。据参考消息网援引法新社近日报道，在此前斐济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视频演讲中表示，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具体体现是为太平洋岛国提供6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同时在汤加和基里巴斯开设2个新的大使馆，首次任命太平洋特使，协助美国参与对太平洋岛国的相关事务。大家要问，为什么拜登当局如此害怕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增强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一个方面，美国担忧中方此举会冲破美国对中国构成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封锁。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一直苦心经营包围中国的岛链建设，以冲绳为代表的第一岛链形成对中国海军的情报侦察，以关岛为代表的第二岛链则是在更广阔的海域上形成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威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突然冷不丁地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紧接着直接突破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牵制，自然让美国非常的不甘心。另一方面，美国也担心他在太平洋岛国的失控会带来美国霸权在这一地区的衰落。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常年充当太平洋警察，却忽略了太平洋这些弱小岛国的发展和生存。如今中国一来，自然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太平洋霸权，自然也得付出足够的善意来赢得这些岛国的信任，并确保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美国的如意算盘确实不错，但是却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俄罗斯专家对此表示尽管美国认识到太平洋岛国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但是由于目前美国将大部分对外援助资金提供给了乌克兰，能够给予太平洋岛国的利益和好处少之又少，而反观中国却早已准备。第一，中国利用一带一路政策推动基建投资，有技术、有资金、有可行的发展思路，远比美国更加的可靠，值得信赖合作。第二个，中国的援助不会包含苛刻的附加条件。回顾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看似友善的对外援助，往往包含着较多的附加条件，比如债务陷阱、意识形态输出、挟持反对势力等等。基于这些因素明眼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归根追底美国既想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种诡计多端的企图注定难以赢得太平洋岛国的认可。而太平洋岛国的情况也绝不仅仅是个个例，在其他地区的博弈中，美国同样都面临类似的窘境。这些事情无不都在证明一点，现如今的美国已经无法调动足够的资金来阻拦中国的崛起。这个话题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